姐你好。雨桐你好，你们好，我是魏伟。你好，你好，你好。Hello。我叫朗子，然后这个是我搭档魏伟。朗子好，魏伟好。好漂亮，你好漂亮。我们是在这边，我们是在这边。好的，这边坐。好，那就这个场交给你们俩。我们两个实习生能力很强的。这玩意出来压力拉满。你们抓紧时间聊，我先撤。好。天，你是98年还是99？我是99的，99年。你是不是比你大一点点？我98年。几年？04年。这么小啊！04年就是21岁。哇，在跟我初入职场时候一个年纪。但是我们3个站在一块，我觉得我们就同龄人啊。对啊，因为同龄人大家都是。然后今天你完全放心，因为我们收到那个反馈是刚刚收到，你要改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它只是一个昨天我们成交的一个给老师包括给你的一个预案。然后我们约定一个小的，如果你但凡觉得不太那个，你就给我一个 wink。我说我不太想聊，我就突然突发恶疾，我相信你哦，把我自己交给你了。必须的，信我。对，相信他就好。他们真的其实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很多共同语言。那你呢？我会旁听。旁听，然后被记录。对，是的。哦耶，把朗子放在。记录一下采访前的感受是什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坐一下先。开始了是不是？好，那我们调整。那我们休息一下，缓一下。休息一下，缓一下。大家深呼吸一下，不用紧张。孟雨桐真是连造型跟她刚出来的时候变化都挺大的。但她走进来那一下，我一晃神都没有太认出来。红气养人。造型变化挺大。最初的那个公众印象还是校园气，高马尾那个状态。毕竟也长大了。现在已经是霸总 style 了。对。我已经在出汗了，其实没关系。那拿2张纸巾过来好不好？你可以先拿来，善人风险。OK， 那我先拿着好了。我这单子给你。这不错，这好。爽。这到底是热的还是紧张？看哪里吗？不用，你就随意都可以。对，他4周都在拍。准备开始了。好。来了。Hello， 雨桐。Hello， 你好。你知道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吗？是什么时候？就是不是在热搜上，也不是在任何的社交媒体或者网络上，在朋友的口中。你怎么知道？真的吗？是的，就是在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迷茫的时候，然后我有一位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薇薇，有一个女孩叫孟雨桐，她特别棒，她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多彩。我希望有一天你也可以像她一样这么勇敢，这么自信，然后闪闪发光的做自己。然后我就去搜索了你，就是在几年之前，因为我们年龄很接近。对，我们年龄很接近。然后我觉得特别幸运的是今天。就是我可以坐在这里跟你进行这次采访，我也很幸运。对，因为我们两个境遇其实非常相像，我们都经历了一个类似说像职场综艺这样的节目。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综艺呢？当时我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市场部做实习，所以导演组其实找到了我，他就说你有没有这样的兴趣，也是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市场部去实习，然后就有这样的契机。其实那个时候是很随机的一个缘分，对，其实就是刚好尝试了一下，然后最后就被 pick 了。哇，咱们也是有一个努力表现的过程，很棒，是狠狠的表现了一下。对，因为我刚刚其实也跟你提到，我说看了你的之前的那个综艺，在这个综艺节目当中，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是特别让你感到收获很大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生经历，它是一个异于我之前人生轨道的。我没有想过会通过一档节目的形式有这样的一个求职的机会，并且我一直觉得人生里面的第一份工作、第一个老板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级别的老板，是我人生里面很难得的一个机遇。所以我觉得一个是很兴奋、很激动，一个是觉得还挺为自己开心的，认可自己，主动引过去了，能不能把握住？我觉得杨林卫的开场很好，开场的氛围预热是非常好的。然后从职场综艺开始回顾也不错，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去讲共情的地方。那其实雨桐，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你现在都比较熟知，然后也对你都很感兴趣。那比如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就是像你在你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你的一些社媒 vlog， 对，然后我看你说你上一次在格力的时候，你是什么23小时不停歇的工作，你好像有发过类似的一些小的一些这个社交媒体的记录。朗子，看他怎么回。wink，这个 wink 了，wink 了自己。进格力之后这段经历就是大家最想了解的，但是我就不知道有些问题他能不能回答。因为其实这份职业我在刚刚进入的时候还真的蛮好奇的，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神秘感的，可能日常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到的职业，所以当时的时候其实还真的觉得蛮兴奋的，因为其实我的工作的内容可能完全就是根据我的老板来安排，可能每一天都是开盲盒的感觉，你并不知道今天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你就是去了之后，收到任务开一个盲盒，然后再收到一个任务，可能收到一个隐藏的盲盒这样子，然后不断的去攻克关卡，然后挑战自己的过程，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我其实之前有看到你的一些 cut， 就是说，当然大家都知道你舞跳得很好，但我当时是作为一个职场新人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片段，你知道，我当时很能共情你，就是我看到你被老板直接 cue 到台上，说让你当场 solo 来一段。哦，跳舞那一段很火。其实你是完全享受这个舞台，还是说其实自己也是有一点点压力，有一点小尴尬，但是因为老板而必须要完成？第3个问题，我跟你讲，我现在看到那个视频，我都尴尬的不敢点开。我说怎么有一个人可以艺成这个样子啊？然后在那边就是自己大跳特跳。然后我现在看到那个视频，我觉得好尴尬，我压根不敢点开。我会觉得这个人当时在干什么，又不能理解当时自己在干嘛，你知道吗？就会有这种状态。这朗子就怕旁边有个煽风点火，点赞机器，赞，继续。那你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是稍微有一点尴尬，但是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也不太记得了，因为我感觉我好像跳了蛮多次的。对，跳了蛮多次的。对，然后我已经好像回看当时的那个过程，会觉得自己还挺搞笑的，就是一个很搞笑的小女孩，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对。就我觉得这问题还蛮温和，这很温和，很温和，这有什么不能讲的 ？OK， 那好，接下来我就疯狂 OK。哇塞，不行，我现在给你定了个基调，就 OK， 然后慢慢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尖锐，我们慢慢来。想问一下，因为你刚刚其实也提到自己很喜欢市场营销相关的工作，那之前的那份工作相信也是带给你收获满满的。那其实当时拿到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的机会，然后又做的是你比较相关、比较喜欢的市场相关的工作，其实大家对你的期待啊，包括赞许都很大。那为什么当时选择了可能去做另外一份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工作？好，要到了。这个当中的一些转变和心路历程方面，跟我们分享一下。不太一样是指现在这份工作？对对。哦，我懂了，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对。为什么离开？关键的问题来了，就孟雨桐跟董明珠之间，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发掘一下。其实我感觉就是换工作这件事情就跟情侣分手一样，它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妙的比喻，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我具体到哪一个大的事件呢？它其实都是很多事情累积在一起一个整体的因素。因为我感觉我还是属于那种主体性比较强。所以你是根据感觉去觉得我当下可能要做出一些调整，所以我进行，我并没有说完全理性的去分析。是的，利弊1、2、3、4。对，很巧妙的回避了这个问题，用了一个纯类比来回答。我不会这种，我不会就分析啊，这个是多少分，那个是多少分，然后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什么，那个东西带来了什么，我感觉我没有这个过程，没有，我是遵循内心感受，遵循自己内心的感受。对。就是这个太典型了，它端在那儿，就是必须要把它拽下来的。哎，你们怎么判断它是端着的？它没有任何具体的事实。全是类比，全是比喻。懂我的意思吗？
我会觉得我还挺能够感知到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的，我比较尊重和愿意去善待自己吧。那我觉得如果当时有这样的想法，那一定是要去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之前我们其实了解到，你上一次说毕业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离开上一家公司，就是毕业前。哦，我当时用的是毕业，是不是？对，我觉得这个词非常可爱。我都忘了。对我一直有在关注。都忘了。对，然后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当时毕业前夜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还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很自然而然、很平静的就发生了？刚才讲的，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情侣分手啊，类似这种选择，它其实是很多事情因素夹杂在一起，它不是说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事件成为一个导火索，或者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我觉得这是没有的，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就是群老师讲的表演提问是吗？哎，你作为观众，你得到新东西了吗？我问你个事儿，好像是没有啊。那不就完了，对吧？对，其实我了解了一些你的社媒，然后我发现你称自己为就是愿意不断经历、不断去感知的人。那这个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感知的方法，可以让你去经历和体会更多的事情？完全是。因为我发现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精力、高能量的女孩，你自己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这样的人生体验。孟雨桐讲到她自己主体性比较强的时候，实际我觉得再往下是有口子的，但是杨林伟一下子给截过来自己一长段的话，认为最后变成对方认可杨林伟说的东西。很宏观的，或者说可能有刚才错过了，大家只关心外界。那像你之前提到的15分钟的这个事情，其实你的15分钟已经到来了，很棒。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建议给到现在大家还没有来临15分钟的同学们？因为我感觉我其实没有任何资格给大家一些建议，只是说从我自身的成长经历来看，我会觉得这个15分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在台前很闪光，或者说是我一定要赢得世俗的成功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你在做自己感兴趣的时候，一些事情你获得正反馈的过程。那自然而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很简单的一点，你看他回答的时候，他一直在斜着眼睛，他其实是在警惕嘛。你正常说话的时候，我要真诚坦诚的话，不应该直视吗？他绷紧的。我是觉得他有防御的时候就会偏开，身体的逃离。那我们回到刚刚说那个职场的部分，我觉得大家都还蛮感兴趣的，因为你提到你的名字，可能大家与之而来的必然会联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哇，这个时候进入战斗状态了吧？微微一笑。那你觉得你的前老板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个挺好的，这个挺好的。杨林卫其实是有意识的，话题聊走之后，他又给聊回来了，这点我觉得不错。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他的印象，或者说公众还是说偏向于刻板印象比较严肃，或者说是老板的部分比较严厉。对，但是她其实是很可爱的那种小女孩。就之前我在回那个珠海直播的时候，她有一天就是把我叫到她家里，她就穿着一个粉色的睡衣。粉色睡衣，你看，正面信息来了。给我包水果，然后跟我聊天，她在跟我聊的就是聊八卦。他就跟我聊这个八卦那个八卦，我觉得哇，好可爱的一种状态，就是完全跟工作里不一样的。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他非常真实的一面。我觉得他是很善良的人。终于有事实了。哎，细节，这个是宝贵啊，这个非常好。那你觉得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性格上的相像点，或者工作风格上的相像点和不同点？哎，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两个讲话真的还蛮直接的，就我会跟他很直接的讲，比如说我有什么想法。然后他也会很真诚的回馈我，其实很坦诚的这种沟通的状态，不会觉得我们是老板或者员工的关系会隔着一层。其实我会非常直接的跟他讲我的一些想法，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觉得 OK 就可以采纳，就会比较尊重我的想法。哦，这些都是正面信息。对，而且就是作为女性企业家，她是真的有那种共情能力和对社会的责任心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学习的，而且是贯穿我一生的一个价值观的引导。所以我觉得她是我一生就是非常感恩的贵人和指路人的感觉。对，像你刚刚提到的，其实我也是想跟你去探讨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你的前老板
他在各个方面其实还是蛮赞赏你的，尤其是当时还给到你接班人这样的 title，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期待和期许，对不对？也是对你很高的一个赞赏。那我们其实是想问一下，当初你会觉得就现在来看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网络上其实会有一些声音，会觉得或许你留在这个行业深耕下去，你会成为第2个或者说更优秀的一位女性企业家。哇，这个问题蛮尖锐，上了一个高度，上了一个难度了。呀，你可以对我 wink。就是我觉得接班人这个 title 其实当时不是赋予我的，就是老板他对于年轻人的一个整体的鼓励。公司很愿意给年轻人平台和机会，让你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但是我觉得说白了，我还是一个比较就是在意自己的内心的感受的人。我会觉得只要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那任何事情是大家可以去沟通的嘛。好聪明呀，这个回答。他应该这个问题他面临好多次了，都应该。可能在我的这个框架里面，我自己的价值体系里面，我其实非常知道我自己喜欢做什么，想要什么。那我其实只看到这个部分就好了。很自然的屏蔽到一些事情，可能会让我更专注在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其实就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选择。自然而然就自己做了，其实遵从自己内心的一个决定。那可能说像外界的一些声音，可能别人的评价只是一种他们自己认可的维度。又错过了。大家会关心外界的事情。我觉得他比和易立竞老师那次是有进步。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气场啊！他现在有主场感，但是说太多了。但是他们那天就是为了气我。接下来，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俩其实都会面临到的。他自己知道问到不重要的问题，所以他都放松了，可以换着讲。他就知道这难关已过，太可爱了。像初入职场的一些年轻的女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职场上不公平的对待，或者是另外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在面对这些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或者你是怎么样去调试自己心态的？其实，首先，我觉得我真的是非常幸运的那一个了，一直被大家鼓励和关爱着。对，可能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互联网做一个势能的放大，那我可能接触到的人都是有限的。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互联网，我接触到的评价和认识我的人会更多。他们给我的反馈其实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制去整理自己，去看清自己。因为我一直觉得在人世间的修行，能够很正确的认识自己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和反馈，可以给我一个很好的认识自己的渠道。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去汲取能量，然后我不断的修炼自己，去真正的看清自己的欲望和恐惧是什么。然后我自己其实有一个排解的方法，就是我让这个痛苦穿过我自己，然后我就去做一些让我快乐的事情就好了，然后我就可以很快的转移注意力。因为我是一个忘性蛮大的人，我不会一直在反刍那个痛苦，或者是陷入一种漩涡里面，我很容易让这个东西穿过我的身体，然后打开散掉，然后我走出去，然后感受到更多的新的能量进来，其实这个事情就会被自然而然的稀释掉和化解掉。我觉得只有你自己把那个课题解决掉了、消化掉了，你才可以有新的成长，你才可以有2.0、3.0更新版本的自己。那其实我们今天采访的部分时间差不多，但是我有给你准备一个小惊喜。什么小惊喜？因为其实很有趣，我这2天在做功课的时候，我有看到。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孟雨桐，它是什么？有的人说它像玫瑰，因为我觉得它热情、浪漫、温柔。但我觉得其实向日葵更能代表你。谢谢，我好喜欢向日葵，这是向阳而生。我非常喜欢向日葵。天哪，真的有花哇！你们太贴心了，我很喜欢向日葵。我们就选了这个向日葵。哇，好感动哦！我觉得它的力量感很强。谢谢，我很喜欢向日葵。对，我希望你可以其实一直坚持这样走下去。真的很用心。就是我之前其实准备了一段很鼓励的话，或者很哭了，对，很激励的话。但是其实我今天跟你聊下来之后，我觉得完全不需要。我觉得你好真诚啊！我觉得我真的只需要把这束花交给你就够了，因为你自己其实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很强大的状态。谢谢宝贝，抱一下。你只要加油，坚持下去就好了。因为谢谢。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是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态度的代表。不要说一会儿真的哭了。等一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谢谢。我们一起就是记录一下，拍张照嘛，好不好？定格一下这个美好瞬间。好。
向阳而生。好，拜拜，拜拜，下次见，辛苦了。哎，你碰到这种把自己端在那儿的嘉宾，你这是绝对不行的呀。对啊，就你是怎么把他弄下来的？你就需要在他这里头是挖细节。啊，你可以粗犷的问，但是粗犷的问之后，他最考验的人是追问。你无论他给什么一个东西，你要迅速的调整一个角度，就是包抄，方方面面包抄。围剿，对，就是这样的。围剿。其实采访就是这样的，直到拿到事实，没有事实就没有一切。好漂亮，这个地方不像演播室。哦，第2组了。这是我们采访的地方吗？其实这个环境还让我挺放松的。哎，这个地方是不是鲁豫老师他们来过呀？对，那个书店，那个书店。2个位置，哦，那相当于我坐这边，老师在这边。OK， 我坐到这边举一下板子，你看你能不能看得到？完全没问题。哎，他俩好松弛。但我感觉就是你举牌一次，我估计我是不会看你的，因为这样其实看你很明显，所以我就是估计你举牌我就知道30分钟已经过了。好，30、30和5。OK。紧张吗？还行。你到时候就是如果觉得我问的好，你给我点个，就在那边点点头，就在那边点点头。那也不用，那也不用。太可爱了。摇头我就崩溃了。我注意一下表情管理。等一会儿老师不是会提前来前采吗？咱们不要把咱内容问他太多，咱主要就是让他舒缓心情，聊聊家常，然后展示诚意。对，是这样的，让他们提前相信我们，信任我们。我看到他了。这来女要上来了。哦，这里好舒服呀。好，嗨，芷来老师，你好，芷来老师，你好，握个手吧，我们。天哪，好激动！这是折耳根遇见了，这是芷来老师，好嘞，很激动。折耳根遇到芷来老师。对，嗨，大家好，大家好。老师，那您坐这边吧，我坐这边哈。对。哎呀，感觉一进来就很舒服，很舒适。对。我其实挺期待看雨佳的这段采访的，是因为网上芷来女士有点模糊。老师，那我来给您看一下我们大概访谈的问题。芷来女，我对她真的不是很了解啊。然后芷来女士因为最近红了，然后她是什么样的，我还不是很确定。就是我还蛮想了解比较真实的她的。她的信息应该很少是吧？就是她很破碎。恰巧是破碎信息之间特别值得玩哦。我们整个想聊天的感觉也是想比较舒适的，就跟我们聊一些您自己的一些内容。对，我们就不想把它做成一场很硬邦邦的访谈，就忘掉摄像机的存在。好，这是一场非常开心的聊天。好，然后我们也想知道，可能您比较想聊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比较介意聊到什么样的问题。等会儿我们在聊的时候，我都直面就好，没问题。这种采访者。所以我今天也希望就是能听到您更多的故事，因为就哪怕我是一个折耳根，我都会觉得有时候我们想更了解您生活或者成长方面的一些小故事。对，一定的。看到你们这2张脸我就高兴。哇，会鼓励人呢。漂亮，优秀，高兴就行。老师，很 chill 的氛围。老师，昨天还在屏幕里的老师，今天到现场了。看起来本人怎么样？超棒，美呀！老师状态超好，真的。对，关键是因为昨天晚上刚好是歌手2025，今年所有的工作都结束了，是参加那个直播在线，然后大家也说我从参赛选手逆袭到评审，很真实。不错，热场如此顺利。对，你是哪里人？我是陕西的老师啊，陕西吧？那是陕西的。老师，你之前也是在陕西生活过吗？那上我西安音乐学院。哦，西安音乐学院。所以我奶奶也很喜欢唱秦腔。哦，秦腔。你会唱吗？我会一句。你唱。来，没白准备。谢谢。走起山西。汉城县，就是这一句。
走且善喜韩城先。这句可能是秦腔里面大家都会唱的那一个，很经典的一句。小的时候，我爸还经常调侃我，就是有一句话叫那个叫什么？我爹爹贪财把我卖，就是我爹贪财把我就给卖了。秦腔呀，就是有很多类似于我们这样聊天的生活里面的当时的故事，对，就也挺好玩的，确实很有意思。而且我看您之前采访是把秦腔和摇滚放在一起对比，你会觉得秦腔里面有一种摇滚感，巨摇滚。巨摇滚，秦腔就是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最 real 的、最炽烈的摇滚。真的毫无疑问，是吧？就你讲秦腔那个劲儿一起，都没把话题问完，他就知道该说啥了。为什么没有代沟啊？没有代沟，对，已经聊起来了，这热场热得不错。就你讲秦腔那个劲儿一起啊，震天的那种怒吼，背朝黄土要跟命运抗争，你所有的那种情义恩仇恨，就是有里有面、有血有肉、有骨血的东西都在那个里面都有。真的，哎呀，这个氛围，开录吧！我已经很期待了，那我就等待你跟老师一起去聊出一个也非常有血有肉的一个故事。因为我们采访是一个人采嘛，可能是我主要跟您聊哦，对，就以陪伴的方式来为两位护航。好。来了，来者何人？芷来老师，其实，我昨天看了您的直播，我看到就是您看那个。单依纯《这来女》啊，《这来男》，王力宏老师看到那一组，然后您说听完之后真的很感动。哇，他们真的是上台之后是音乐先说话的呢。我第一声听到的那个王力宏老师那个小提琴，一出来之后跟原版一毛一样。第一轮我是投票给小单。那最后就是咱们这个争霸赛的结果和您的预期是一样的吗？我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因为我想每个人就作为音乐这件事情而言的话，就是每个人是因人而异的，就跟我们喜欢吃面、喜欢吃馍，不同地方的人大家的听感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听到什么，我真诚的就是我喜欢，我就去投了他们，所以我就是真诚的投出了我自己想投的那一票。所以我就其实挺想问的，就是。昨天您是在线上看他们最后的争霸赛吗？您会觉得没有站在那个台上稍微有一点小遗憾吗？一点都不遗憾啊！妈，太好了！火！真的，我有当了一次好好的当了听众，好享受哦！那么多人在台上为我唱歌，为了我的感受争来争去。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从歌手，从一个素人。参加到接榜成功，意外晋级，然后又留了那么多期，我心里面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超额实现了。在我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画卷已经全部都结束了。真的，我们回到了音乐的世界里，对吧？是。这让我想到了，就是您在之前的有一场比赛，也就是最后突围赛之前的一场比赛。我记忆很深刻的一个画面是，当时您在台下唱完之后，看着台下的观众，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能共情到您的，是吧？感觉，对，就是我会觉得，就是那一刻您在想什么呢？哇，他的问题都好好呀，感觉，润物无声，他一点一点浸润进去，很舒服。那一天的时候，我知道我坐在台的时候，我把自己从歌手的角色抽离出来。我有看到哇，台上台下这么多人，哇，每一个人那种眼睛里面想要看到的、想要听到的东西。我那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就我何德何能吧，就是能够在这样一个声音的场景里面，我觉得就很幸福吧。所以您，之前是完全没有预料过自己会来歌手的舞台吗？就是我特别想参加嘛，然后报名2次，你也看到了，就是有点就是特别想参加，所以还唱了那个 Lady A 的那个梗。所以您有想到过，就是您这个 Lady A 加入到这个歌曲之中，最后一出来，大家的反应和反馈，你是有预料到的吗？我预料到大家会就是会觉得很开心，喜闻乐见。观众给了我一个好的反应的时候，我又给了大家一个在音乐里面的回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共鸣和回响，有点像双向奔赴。对，双向奔赴，这个是好的呢，是吧？
这个状态都是好状态。他的气场也是对的，气场对的，很难得了已经，对一个新人来说。行，就你好像一直在大众面前都是瑜伽可以的，在状态，在状态。包括他也完全克服了过去在各类考核当中比较急，对，所有问题都愿意反过来想，我们去提醒他的东西，他都注意到了。他们俩的对话让我觉得比较舒服，是吧？非常舒服，对，非常舒服。那您会担心就是您接不住大家的这种所谓的期待吗？就是会在每一轮的过程当中，会怕自己的表现不够好？不怕。我想了想，我很坦诚的说，我不怕的原因是，因为这么多年，不管我用什么样的声音状态，我在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这条路，我没有转过行，不是吗？我是在声音的世界里面，一直在这件事情里面，所以我发生什么样的可能性，我都不意外，而且我也知道我是在这个规则之内的。所以你是拥抱这种可能性？非常拥抱。当然拥抱不完美，就有的时候人会让你懵的一下，但是你懵的那一下的时候，给到你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哇，那一秒钟你给出去的是很本能的东西。你有没有那样的事？有，挺坦诚的，灵魂里的坦荡，眼睛里就是只给。我觉得您说到本能这一点，我觉得可能我的生长环境和我的家乡，给了我很多的能量，或者说那一个阶段和时间，它塑造了我这个人。对，而有时候在一些您说的所谓的极限的情况当下，我可能就会把最本能的一面释放出来。是的，所以原来您的家乡在甘肃嘛？是，我知道您是从者来寨里面出来的，对吗？所以从寨子里出来的一个女孩，就是您是怎么发现自己这种天分的呢？是有人指点你，还是说父母？好棒啊，这个都是有效问题。过得好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适合过一些。其实你不觉得大家的成长有点一致的是，我们小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能性。比如说有的女孩会梦想说，我将来当个公主，可能看了个动画片，但是在我的那样一个出生背景，我是在沙漠边上的戈壁滩里面长大，所以我小时候能看到的就是没有绿色的羊、牛、骆驼，天上的鹰，然后就是一片黄土戈壁滩，是不长草的。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底色就是大自然什么都不会给你，你想要什么你得干，你得自己找，就是会让你本能的会有一些配料表比较干净的性格特质，还有你的生命状态，这个是不变的。这句话好好。是，我觉得这个是天生土地会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是，而且在那种小的时候，你从来也没咋看过电视，也没有见过钢琴，咋可能有音乐梦想？但是我小的时候，我给你分享一个点，我们那边不是有过农历4月8吗？4月8就出去浪街，就是游街啊、逛集市啊，有点像大巴扎那种。用陕西话叫锅灰，对，堆着，就是大家都要出去浪嘛，农历的。然后我们那边是离敦煌比较近，然后我们到时候要上香啊什么的，绕着走。我就小的时候，就还在小女孩的时候，看到哇壁画，那个里面的仙女儿，哇那种草氏供养人，对吧？那种优雅高贵，那珠光宝气，心里面觉得她可能就是我心目中的艾莎。那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种舞蹈形式叫敦煌舞，我就去学了那个。所以那个是我对音乐和艺术的一个小启蒙点。我的天哪，启蒙是敦煌的壁画，哇，这起点也太高了，这起点。然后就学跳了敦煌舞以后，对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愿望，说哇，将来要想当个飞天，当个仙女一样，觉得就是很有那种姿态感。您这个动作让我一下就已经幻视了，是吧？因为您今天的这个整体的造型，就您好像一直在大众面前都是就是这样的造型，甚至我看网上有人称你为说是菩萨，很舒服，毫不刻意。这个故事好像也没听到过，没有，这个就是我自己心里面给自己描绘出来的一个画像，对，一个愿想。但是我有选择所有的颜色一定是大地色系，我们中国的那个敦煌的那个壁画审美色系，是不是感觉有一种链接的感觉？就我觉得，因为一个人的外形一定是他内心的一种表达，对，是吗？所以其实您是
我觉得您是热爱自然的，超级热爱。不错啊，就话语流已经起来了。对对对，真舒服，他说话，对你一点都不架起来。这个采访是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者来语。未来别人要了解他的时候，搜出来的全是我们的节目。对，因为我们了解到了您现在是者来女嘛，已经是我觉得这一年应该看过歌手的、没看过歌手的都已经很了解您了。大家知道您其实改了几次名字。对，哇哦。就是我首先说一下，就我一直也从来没有很正式的去回应过什么我的名字之类的，我觉得这纯属扯淡，子虚乌有，无需回应。所以李翠霞之前也是您的名字？对，我的者来女是我的艺名，这毫无疑问。你在不同的平台社交账号，你也会注册不一样的名字，其实这些昵称而已。但是很夸张的是，连我的姓都给我改了。哦，所以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一些，非常的子虚乌有、无需回应的事情。我记得就是您之前有讲过，说您小时候你们在羊圈里唱歌，网上的这个信息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夸张。我说我小的时候身世惨淡，一派胡言，都是挺尖锐的东西。因为雨佳前面状态的铺垫，给自己创造了深挖的机会，不错。您当时做《黑神话：悟空》的时候，会想过它会这么火吗？当然不会了，就已经都3、4年前的事儿了。哎，雨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赶紧问歌手吧。今年大家在关注歌手，肯定会关注到您。那您会害怕这种流量的消失吗？你觉得你面前这个节目会吗？都是有效问题，状态本身就是有效的。是的。他这个问题是有用的，会害怕流量下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好的。对，大家都没有压力的问出了这个问题，很舒服的问题。就像您说那个，包括那个，可能因为您自己是个很贵的，这两个问题都给得很好。因为之前的音乐，很多的人可能对咱感觉有一点，哎呀，听不懂你的音乐。不是，难道没有看够主要是？听不懂你的音乐。比我想象的好，比你想象好多了。一个成熟的采访是属于。我就听到的音乐，情绪价值给到位。那您有没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说我做音乐确实是我开始了？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有一个机会参加了一个乐队，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是可以出国演出。我们每一个国家后场的时候都不认识，他们拿起个鼓然后你就直接就冲上去了，哎 whatever， 就是你在那个里面你唱什么你都对，你唱什么都自在。没有人揪着你说哇你不应该，或者说你一个女人不应该怎样，没有。就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哇打开了吧，但是我业务能力还是跟不上，不是吗？就是你特别想唱，但是有的时候给到人家的那种动机不是一个音乐里面很有效的。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又有理性又有感性的一面，所以我回来我就知道自己怎么练了。这才打配合呀，自然到业务能力。诗文在给他提示，诗文在给提示。对，当然聪明，聪明。现场我觉得可以，就是你会觉得你有什么特别想问的，是不是能够举个板子？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的。然后这可以吗？啊，我其实觉得可以的，因为这是你们俩共同完成的一个东西，也不是不可以。所以您在出国之后，其实还是感觉到自己的业务能力是有差距的。对对，当然。那个时候也是20几岁，对，也是一个暴露年龄的，没有。现在业务能力够用吗？挺尖锐的。括号可不问。我要写一个到底问不问？他们俩聊上了，俩人聊上了呀。这组配合的不错，就是两个人是彼此在给对方借力往前走。就是您刚说您跑到国外，又回来，然后您意识到了可能自己在业务上还有需要精进的地方。对。那您从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您有没有就是被会打击到过？有，当然有，特别有。简直被打击的不要太多，就是还是在玩乐队的那种嘛，然后在现场大家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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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唱呀，
唱呀，然后我就特别想唱啊，你脑子里面没有一个音，你唱不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你特别想跟上，但是你在那个技术或者是乐理的那个逻辑里面，你有的时候找不到头绪，就突然想懵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台下的观众就离我那么近，我就听见他在台下就说我，他说哎，这个女的真的不行。这什么呀？什么玩意儿？那是多少岁的时候？就是正式开始参加乐队、独立做音乐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办了？我听得我心里面那个气呀。然后就结束了之后，我就站起来，我就冲下去了。我站在他旁边，我说：“哎，哥们，你刚刚说什么？”然后他直面，然后我就说你还没在音乐里面，然后我也急了，我又不知道说，我说你说的对，走着瞧。这一幕好生动啊！太好，这个故事哦，这很符合您的性格。对，你看我唱三界四周，三界四周无所求，不可求，就是你呈现的那个画面看起来并不是美丽的、可爱的，那你通过作品给大家的就是有距离的。但是宝贝，这个距离感也是我要的。因为你在表达你的音乐立场的时候，作品让你是什么，你可以成为什么，那个时候你就是要这样的，对。要回头看他在那举着，那也挺尴尬。回头看了一点之后，你给我看看写的是，一回头，这人太可爱了。他说你早往那边看是什么呀？所以您觉得《者来女》这个艺名，它是真实的您自我吗？我觉得合二为一了。现在，一开始美其名曰者就是尊者，还有一个来，我觉得哎，来 ，come on welcome 来，就是有个感召力，是一个信号。者来放在一起，我说者来女，毫无疑问就是我。非常重要，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您做出来的很多音乐很 chill。我是一个自由即兴的歌手，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乐器，咚咚敲一下。所以您自己也会做乐器，我刚听你。对，就喜欢用大自然的那个，有时候捡点石头啊、木头，搞点铃铛啊什么的，有的时候放在头上，有的时候揣兜里。是我还一直很在状态，不说话。然后还有就是每天也是弹钢琴，他们两个感觉像是两个人一起在唱，然后每次举板子，我觉得都举在了点子上，就是给他一个力量，你可以往前冲一冲，问一问那些比较有一点锋芒的问题，而且也没有过多打扰。对，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好，好棒啊！他俩配合的，我都被感动了，觉得好美好啊！这样，年轻时候的友谊，对，这才是强者，真正的强者。哎呀，哎呀，我也想比个大拇指，真的是。所以您的音乐，您刚刚也说是从自然启蒙。对。那您在看了那个敦煌壁画之后，您知道了您的外形上想追随这样一种形象。对。那您什么时候决定说我就要去唱歌，我就要做音乐？我觉得我不做它不行。这些都挺好的。鲁豫替他们高兴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小时候学跳舞，一直学到就是我们要考大学。你们也都面临艺考，对，我去考跳舞就没考上，那我考舞蹈没考上，我就自然而然选择，哎，好像唱歌也不用背着乐器那种，所以我那时候考大学就是考的县音乐学院，我就考的是歌剧的民族歌剧表演。所以这是一个美丽的小意外吗？意外。所以有的时候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愿景，马上就一定奔着它就能去实现。所以也就是说，我一直在说，我光着脚走，然后去找鞋，对，找鞋，再去找目标。然后你有的时候穿上，你也发现鞋不合适呢。你觉得好看，但是别人觉得不好看呢？你虽然觉得好看，但是你跑不动呢。然后调整就好。所以我觉得我的生命的历程、命运，一次又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都是源自于命运给我的彩蛋。这个人讲的本身也好。是的，芷兰女士，我才发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被访者。是的，是的。
之前还没什么大采访，真的没有，我没有看过他这样静下来说很长的话。从您做音乐走入大学一个意外，最后成为者来女，它是一个集合，是您最后的一个呈现。那我其实很好奇，就是您在将来还会变吗？这个追问好，哎呀，不一定哦。对，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每个阶段的使命和功课嘛。也许这一站完成了，到下一个时代，然后我们都更抽象了，连名字也不需要了呢。对于您个人来说，对于者来女来说呢？对者来女来说，她完全的开放，完全的尊重所有的可能性，拥抱。后边这个区分很好，太棒了，这哎呦，两个美丽的女孩真的是，美好哈，太美好了，就想用美好来形容，这才是真正的搭档的意义啊。这个就感觉很快就过去了，所以对，没有煎熬感。后面我觉得讲完了很多道理，但是还有很多自己的经历在里边，还是蛮好的。而且他总结也有很多金句。我的每一次脱胎换骨都是来自于命运的彩蛋。看到好访谈还是有爽感的吧？对吧？就这个交流场完全成立。对，完全成立。我觉得大家通过这个节目真的是了解者来女，像您说的，认识者来女，了解者来女，喜欢者来女。对。今天跟老师聊完，我真的抽象了，特别对我觉得我又抽象了一些，所以在最后我想干一件更抽象的事情。要干啥？那能不能和 Lost 一块唱一个 Lady 啊？5分钟一起唱首歌 ，Lady 啊。好，预备，第哈气，好，预备 ，Lady 啊，预备，走。Lady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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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dy 啊。他们连小平的内容都做了，小平花絮都做了。哎呀，太好了！漂亮，漂亮！谢谢老师，太精彩了！谢谢老师，太精彩了！谢谢老师，谢谢。好，那我们可以开了，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老师。不错，太厉害了！赢了，拿分，先把它选上。对，先选上，亮灯。我特别高兴的就是这个雨佳和诗文两个人作为一个，就我觉得他们在配合，对，稍微学习一下就能真的成为一个好的采访者那种状态。是不是想提溜回去上班？提溜2个了，现在珠联璧合。雨佳她经历了之前的崩溃，她这回真的表现的那种专业底气的那种自信、那种能力展现的很好。像刚刚戴娇老师说的，她之前的很多问题展现出问题，她在这里边都在慢慢的改正。她以前采访的时候就是会急，说话就是会哒，语速也会快，但这次来你会发现她就娓娓道来，娓娓道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能看到雨佳在这个过程中那个成长。第二个事情就是他们俩终于珠联璧合的合作了，看到他俩在那里合作，然后打配合，然后彼此一些心意相通的一些小的表情、小的动作，然后大家就能够秒 get 啊，就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就是那种美好。而且他们放下来了。我在想到他们跟前一组比较的时候，我脑海中始终萦绕着这个端和放的难题，起和落，浮和脚踏实地，它有个差别，但是很微妙。我们最怕就是被采访者进入营业态，你知道吗？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什么情况下他们特别容易进入这种状态呢？其实还非常的普遍，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被采访嘉宾他多少都有点防御心态。咱实话实说，就是你要接受一个媒体的采访，他都怕自己表现不好，或者说哪句话引发争议。这个时候你千万作为采访者不能把他们进一步往营业态架。怎么做是再往上架，或者怎么做可以迅速的下来呢？易老师先说。就刚才那个点，第一组是怎么被架上去的？林蔚先上来就表达了一个啊，你好漂亮，他们俩大概是这么打招呼的，是吧？对，这是很容易架的一种方式吗？不能这么问候，你这个问候，你看你这么说的时候，这个气是不是在这儿的？啊，你好好看，我终于见面了。
我们试一下，假设我要采访俊林，然后我们又没见过的话，如果第一次见面，啊，俊林今天好帅啊！啊，程明老师，我终于见到你了！啊，天哪！啊，这就架起来了，是不是？这俩人就差棵树要爬。你看是不是你们的劲儿是不是都在这儿，然后在这用的劲儿是在这样的，声音就飘起来了。对，我曾经有一次采访，就是，我想想，我采访一个男明星，就是我以这3个字需要这么分开吗？对，他公众场合说话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会端着起来，然后我们那天采访他就，我那会儿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我不能附和他。哦，就是你一旦附和他，这个就是你们俩一起在演的，就是我，我一直在这么冷却了1个小时，没有冷却下来，他一直还在那个状态中。然后我说来补个妆吧，我就要打破这个场，然后他就问就是怎么样，还可以吧？我说不可以。哇哦！我说1个小时了，没有问出任何有效信息。我说你给我的回答，我用不了1句。他当时就愣住了，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后来他说：“那我们重新来，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需要问你就重新问，重新开始。”哇！就是因为那个对他也有帮助，是我邀请你，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是为了呈现你的丰富性。我其实反倒是那个绿叶，你才是那个鲜花，所以它取决于你用什么态度和你的智力、你的心态、你的见识来呈现这一盘是一个随便拌的一个凉菜，还是一道大菜。就是你不用怕说你有没有亲和力或怎么样，深度采访是用逻辑去推进事情的真相，是用逻辑走进对方。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我为了看见你和懂得你，我做了大量的功课，他知道你在尊重他。不是说我为了达到那个问题，我就会让你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如果不舒服的话，怎么可能一个职业我做了20多年，然后我也做到了属于我的成绩嘛？是那座山。那倒不敢说，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很客观，易老师。我其实听到易老师刚这一段，我内心是很感动的。它代表了我们印象中那个新闻的那种审美和那种范式。就是近几个月，我特别欣喜的看到有那种3小时、5小时的整个的视频被大家热议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永远是一个摆锤吧，就可能在这个抽象的时代里，它在轮回。对，现在已经在往回摆了。是的，因为您刚才说那些犀利剪出来的那些才能被目光和关注。另一方面，可能也对访谈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今天的新闻者有没有易老师、全林老师之前提到的那种逻辑的力量和能力？在听的过程当中，能不能找到逻辑的漏洞？能不能有追问下去、一针见血的能力？还有没有这种勇气？还有在流量面前有没有挑战大众认知的时候的那种奋不顾身？这其实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市场还有参与者，可能共同带来了曾经的一点小小混乱和抽象的时代，但在改变，是不是大时刻？君林，是研一的课学的，学完了。我觉得是有深度的，就是学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我教你几个，立刻就会。来了。什么？立刻就会。就第一个，你要跟你的摄像有高度的默契性，就你们大家都要对什么是端着有明确的理解。当你们都意识到他在端着的时候，我经常会说，来，我们先放松一下，那先关一下机器。其实他只是关掉了那盏红的亮着的灯。哦，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对方立刻就松下来了，然后你们再聊，一定是要有信息的聊，你会发现说他进入状态了，然后进入状态，你再让灯开开，你别骗他，然后他就好了。就人一旦沉下来，再拔起来是很难的，破一破，对，稍微破一下。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能问事实的，不问态度，就是态度人太容易表演正确了。比如说，如果我问子琪，你失去了那个角色，你在意吗？表演态度，你就会说哦，没关系啊，反正我会有下一个。我会问事实，叫做你今年你才拿到4个角色，哎，去年是6个，前年8个，你错过了什么你想拿没拿到过的角色吗？
快哭了，子琪已经快哭了，再问下去。就如果他是我的正式采访对象，这是一个关于事实的问题，就他大概率会答，然后多几个事实的问题，其实态度是由事实构成的，态度不是由我说什么来构成的。以后我们就学会了，以后问事实的时候我只答态度。学坏了。关于态度的来了，陈林老师怎么办？关于态度的来了，有防御。那个，当你答态度的时候，我有一些万用的3个字问题，非常好使。快记，万用的，叫做比如说，具体点儿，还有呢，然后呢，为什么？碰到这种的这个有经验的老记者，你还想这么就能逃脱过出去？以后我就只能说，我说以后拒绝张泉灵老师。哎，等一下，我等会是不是要被踩一下？对。哦，真的要采访？真踩啊！那个赶紧取消一下。不敢。我觉得今天这是大师课现场，我们干脆就直接安排一个这个现场检验。我看智胜的这个笔记记得咔咔的。这样，就今天现场检访一下易立竞老师如何？咱们就即学即用，好不好？那个摄像灯先关一下。我们学这点儿就能采访了。来，智胜。对，其实我真实的好奇就是那个，刚刚易老师讲那个营销号，说他剪辑了你很多东西，你觉得这里边有哪句话其实是挺伤害你、最伤害你的一句？他们经常说的，我就是其实里头不只是一句话，他们经常一个营销号，比如说大概1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他们里头会用上这样的词，就是挖坑、恶毒、刻薄、审讯，凡此种种，就是这类型的词，而且这几个词是高频出现的，这些词其实是伤害了我，就是它会导致后边我在，比如说我在那天的采访当中，就是第一天的课题，这3个孩子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时间，我特别理解90分钟的时间，他们想快速了解我的话，那就是刷短视频之类的嘛，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上来看到的就是这些标签，然后他们上来就营销号伤害了我一遍，他们用营销号式的采访又伤害我一遍。对，所以你会担心这些标签在你身上之后，你再去采访别人的时候，大家会把你的那些采访套到这些标签上，然后来进行一个防备，或者是这个问题特别好，特别好，我也想问，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专业能力是我有这份自信，因为那些是营销号，他们为什么叫营销号？他不是你们在座的各位，所以这些人是有判断的，所以如果我要采访你们的话，你们会相信营销号上的我吗？那不结了吗？所以那我也不会去采访营销号的博主。我刚想问这个问题，如果比如说有一回有一个营销号的博主，如果说就是你俩可以进行一个采访，你对他的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啥？就我想知道说，你此时见到真实的我，你能给我一个你的第一印象吗？你对我现在第一印象是什么？一般你知道吗？见了面之后的话，大多数人是不会用这些词去形容另一个人，是直面攻击你，因为直面攻击是有成本的。他们在背后的话，是因为没有人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弱者，他可以随意的去编排你。那我想站到面前的时候，我就想笑着问他，你现在对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个问题。他可能会说出一些对我的感受，我说那你觉得我和你做出的营销号中的我信息匹配吗？印象匹配吗？此时我们俩已经见了面了，你此时再怎么看你做过我的营销号，那些为了博流量为了收益那些营销号呢？完整逻辑链。你会怎么处理那些你曾经做过那些关于我的污蔑我的营销号？我天，我这段采访太好了。徐志胜特别好，而且我也谢谢你让我说出这些，真的是天赋啊！你们刚简简单单上了一下大师课，老师讲得好，这就是一个好的采访者，好的被采访者是会带给这个采访无数的加成和加分的。感谢来到我们出奇制胜的这个。
啊，对他们出奇制胜了，对。我以后我俩会出一个出奇制胜的访谈。你看，想抢你活的人不止我一个。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肯定是一个让的心态，但是上过全林老师今天那一刻，我意识到了，争是我们这个职业的生命底色，我寸土不让。我才不信你之前会让呢。打辩论怎么可能会让呢，哥哥？打辩论的怎么可能会让啊？骨子里会这样，但表面上还得客气一下。其实打辩论的人访谈有时候也很容易端着。我自己的观察，端着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一个端着的人说话，他说完什么，自己会在后面接一个对。就是他会说，其实那场表现还蛮不错的，对。哎，听你的辩论里好像经常有这个对词。没有，我不可能说对方对。这就是诈，这是另一个采访技巧，诈。哦，诈也是技巧啊。我们刚才看了2段，接下来还有2段，一段是 Fly 的，一段是张春老师，2段访谈一起来看。好期待啊 ，Fly 的那个访谈，期待，我也期待，对吧？对对对，好期待 Fly。你最近是都在上海吗？对，最近都在上海休赛期。最近在干什么？我明天就要去新疆玩了，因为撒贝宁老师说了，不去赛里木湖等于白活了，我不想白活。他还挺好玩的，好玩的，好玩的，可爱了。他怎么发音的？他就是嗲嗲的。彭云飞，是这样吗？韵林有他独特的方式，这就是他成熟的地方。这本书让我很有安全感，因为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你在写妈妈的那个部分，特别想读完，但是就是眼眶模糊到看不清字。我现在觉得人生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的，我们都过来了。张春已经看到他了。旁征其实他有真诚换来真诚，但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他问出来的。他抛弃了他整个的采访提纲，就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的采访嘉宾更投入的来跟他进行这次访谈，这也相当不容易。某种程度上，2个人经历如此相同，有极大的偶然性。然后林那一整场他表达非常好，但是呢，他没有能够打破孟里彤那个壳。芷兰你那组还是比较好的，可能采访对象比较好，能够讲出很多故事，给到我们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我可能更倾向于 Fly 这一组。我相对来讲对韵林那组稍微往上看一点。所以你心目中的前2是？你的选择是什么？我倾向于给到。Oh my god！ 难了！哇，这个太难了，这个太难了。我觉得王韵林的那个是断崖式的。哇，这么高的评价！我其实是有一点想给到旁征的，他激发了张春对某种生命状态的表达，就那个表达本身是感染人的。我对这个的形式感判断来说，瑜伽第一，因为我觉得芷兰云老师他在里边又讲了很多爆料的东西，又有很多态度的东西。但你说李雨佳那一组好不好？很好啊，所以我其实特别急。来，各位同学回到工位。对，待会儿也要发邮件了。完了，可以呼吸，可以呼吸。渴望就可能，心动就发生。本节目由酷爽带感点燃无限渴望的百事可乐冠名播出。双11上淘宝更优惠。本节目由天猫双11赞助播出。华为全新旗舰平板电脑 MatePad Pro 5G 强光炫光，轻松大手笔。你想成为怎样的人？在追逐的梦怎样成真？你带着对未来的疑问，奔跑着，前行着，坚持着，拼搏着，你可以打破极限。用尽力量唱出一片天地，你可以找到自己，成为最想成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get更多热点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伙伴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令人心动的 offer， 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知乎搜令人心动的 offer， 解锁更多精彩讨论。
上前程无忧51兆，收获心动的 offer。感谢丽丽城传媒。如果你对内容行业感兴趣，欢迎在腾讯校招官网 jyn.qq.com 投递峨眉派专项，等你来实习。令人心动的 offer 尽在腾讯校招，等你来拿。每周3、周4 12点 SVIP 更新，19点 VIP 更新，会员抢先看一周。周5 12点 SVIP 抢先看加更版，19点 VIP 会员专享，看更多精彩内容。周6 12点 SVIP 抢先看衍生，陪你看 offer，19点 VIP 会员专享。